在这个女人统治的部落里，每隔100年才会诞生出一对双胞胎男婴。由于常年被暴风雪隔绝，整个村子的血脉延续，全仰仗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完成。如今终于诞下了2名男婴，他们被雪女照顾得非常周全，每天都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可这份无微不至的关照，同时也是一种严密的监视。如果兄弟俩试图踏出村外探索，就会被抓回来关进漆黑的地窖。长大后，哥哥小杰变得胆大心细，而弟弟晶晶却依旧胆小懦弱。因此，哥哥顺理成章地被女人们推上了村长的宝座。但他这个村长却没有一丝权利，每天还必须多次履行村长的职责。这对于小杰来说，简直如同噩梦一般度日如年。不知不觉中，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已临近崩溃。可就在哥哥决定自我了结时，发现每天夜晚下班回去，弟弟都在等着自己，并且看哥哥加班辛苦。单纯的晶晶还要替哥哥分担村长的工作。看着如此乖巧懂事的弟弟，小杰只好撒谎骗他说自己不累，也只有弟弟是他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他也曾尝试带弟弟逃离这里，却发现村子的神山上供奉着蕴含强大力量的灵结石，形成了覆盖整个村子的暴风雪。穿过去的方法只有女人才知道，无奈逃跑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。可这天，弟弟支支吾吾地告诉他，昨晚自己尿床了。弟弟很是害羞，但哥哥瞬间惊慌失措，这就意味着弟弟也有了当村长的资格。如果被雪女们发现，弟弟一定会成为下一任村长，哥哥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于是立马召集了全村的雪女开会，承诺会倾尽自己的全力来帮助村子繁荣，但是却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让雪女们放弟弟离开村子，否则他就咬舌自尽，让整个雪村彻底灭亡。由于晶晶现在还未完全具备当村长的资格，雪女们在权衡利弊后，只能勉强答应哥哥的要求。第二天，小杰就将弟弟送出村子。然而，就当他以为弟弟终于逃脱牢笼，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时，隔天他就听到村民在窃窃私语，女村霸竟然当天就派人去追杀弟弟，现在恐怕已经暴尸荒野。小杰愤怒地找上女村霸质问，可对方却是轻描淡写地说道，自己的确答应了让弟弟离开村子，但可没说要保护他的性命。这一刻，小杰心中最后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，他发了疯似的向着神山跑去，准备和雪女们同归于尽。血泪不断地从眼眶中流出，他向着神石绝望地大喊道，仿佛是感受到了男孩的悲惨，灵结石爆发出强大的能量，顷刻间就将整个雪村灭亡。然而男孩却并未死去，他来到城市继续寻找弟弟的下落。知らない。なら用はない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看完这一集，令我最揪心的不是雪村的覆灭，而是哥哥那声绝望的呐喊。在我看来，雪女不是性别符号，而是所有吞噬个体灵魂的系统。他们用为你好的周全，把你钉死在工具的位置上。哥哥保护弟弟，其实是在保护心里最后那点干净的自己。当他发现连这都保不住时，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。这不是复仇，是一个人被碾碎后唯一还能做的事。最后，他走向城市寻找弟弟，他可能永远都找不到，但意义从来不在结果里，而在那份不能不找的执念中。